我们在前一支的影片中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普通伤病假的基本规定，相信大家对于病假的额度与薪资计算，应该都多少有些了解了吧？不过因为也不是所有劳工都很常把病假的额度用完，所以有些员工呢可能不太会在意病假的天数上限，有时候反而是在请假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争议。这支影片想来进一步分享一下有关于劳工请病假时所应该要遵守的程序，以及应该要提供哪些证明才能请假。最后也想要分享一下劳动部在前几年发布的解释令，讨论一下假如员工真的把病假天数都用完之后，结果还是有继续请假的必要时，可以特别注意哪些的重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虽然劳工请假的时候雇主并没有准驳的权利，不过对于劳方来说，仍然应该要注意相关的请假程序，避免对企业的人力运用造成不利的影响。依照劳工请假规则第10条的规定，劳工在请假的时候原则上应该要事前亲自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叙明请假理由以及要请假的天数。除非有遇到疾病或紧急事故，才可以委托其他人来帮忙代办请假手续。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劳工办理请假手续的时候，雇主其实是可以要求劳工提出有关证明文件的。实务上有些公司会有自己的考勤系统与请假规范，劳工真的有请假需求的时候，就务必要依照相关的程序提出。不过，就算雇主没有明定请假程序，至少劳工真的有遇到伤病的状况时，最好还是要用电话、电子邮件，或是至少用通讯软体的方式来告知请假状况，或者也可以请同事或家人代办请假程序。顺便也提一下，劳动部在104年的时候曾经有解释过，劳工如果确实有请假的理由，雇主当然就应该要依法给假。不过，劳工如果是先用 LINE 之类的通讯软体告知雇主请假理由以及天数，事后还是要依照工作规则的规定或是劳动契约的约定来去完成请假手续的办理。另外，还是要提醒一下劳工们，务必不要忽视办理请假程序的重要性。依照最高法院过去的判决，就曾经有提过，劳工在有事故必须亲自处理的正当理由时，虽然是可以请假，可是法律既然同时课予劳工应依法定程序办理请假手续的义务，如果劳工这个时候没有依程序来办理的话，就算有请假的正当理由，仍然可能会构成旷职。雇主这个时候还是有权利可以依法终止劳资双方的劳动契约，这样子才可以兼顾劳资双方的权益。从这个判决看得出来，请假的事由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不代表劳工就可以不在乎请假的程序，并且认为不管怎样都可以事后补假。当然，争议发生的时候还是要看个案的状况来判断劳资双方谁比较合理。但如果双方都能更重视相关的制度与程序，或许就比较能够降低发生争议的几率了。再来，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另一个常见的争议，那就是员工请假的时候要怎么样提供证明文件。以病假的情况来说，通常都是在出勤前先告知雇主或主管有不舒服的情况，之后再自行就医来取得相关证明。那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再补完成相关的请假程序。那么什么样的证明才可以作为请病假的依据呢？这个时候就要参考一个有点古早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解释令了。依照内政部还在主管劳工事务时期所做出的解释，劳工在办理普通伤病假请假手续的时候，只要能够提出合法医疗机构或医师证明书，便可以作为请假的依据。所以像是诊断证明这种文件，只要请假日期就是开立的日期，或者是有在医师建议治疗休养的期间之内请假的话，都可以作为相关的证明。那相信有些人会有一些疑惑，如果只是去诊所看个感冒之类的伤病，也一定要有诊断证明吗？依照劳动部官方网站中的问答，其中有提到合法医疗机构或医师证明书，甚或是门诊就医手续都可以作为请假的依据。因此只要请假当天也能够提供就医收据给雇主，应该也就可以确认确实有伤病的事实，雇主也就不能任意的拒绝给假了。到这边我想要感谢愿意从前一支影片一直看到现在的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觉得病假薪资计算的规定真的是有够复杂的？相信有些人如果有打电话去问过主管机关的话，不见得每次都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答复。我自己其实就是从劳工局出身的，所以也很清楚，有些病假的细致规定，可能连主管机关的承办都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
总而言之呢，透过上一支的影片以及这支影片前半段的内容，我们应该已经了解了普通伤病假的基本规定，以及员工请病假时所应该要遵守的程序、要提供的证明文件等等细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相对而言比较少见的状况，也就是劳工如果用完30天的半薪病假之后，假如接下来又分次请假的话，究竟应该要怎么样去计算薪资？劳动部在112年的劳动节曾经发布过一则解释令，其中针对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这个在病假中很常让人家混淆的部分，有在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其中有明确提到，劳工请普通伤病假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的计算，原则上要用劳工提出的假单请假期间为依据。但是如果请假证明所记载的治疗或休养期间有包含了劳工连续2次以上请假期间的时候，是可以合并计算的。也就是计算30个工作日之后可以从第31日开始，病假的期间依例计算。我知道听完前面讲的这段，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到底在讲什么，我想还是要搭配图例来解说会比较清楚一点。但要先说一个前提，案例中呢，我们会以劳工罹患癌症需要治疗来解释，主要是因为劳工请假规则第4条第2项明定，经医师诊断罹患癌症采门诊方式治疗，或是怀孕期间需安胎休养者，其治疗或休养期间并入住院伤病假计算。所以还记得住院伤病假的额度是2年内不得超过1年吗？假如劳工是因为罹患癌症但是没有住院，或者是员工请安胎休养假的时候，就要更加特别注意一下这边所说明的计算方式了。就如劳动部在解释令或新闻稿中所提到的举例，假设劳雇双方约定周1到周5是工作日，周6及周日呢则是休息日以及例假。某个劳工因为癌症需要进行治疗，那他的就医证明所写的治疗休养期间为3个月，结果这个劳工每周是提出周1到周5的病假假单，并且连续提出了10周。想说这样子分次请假，就不是劳动部原本所说的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的请假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雇主是不是要在后续遇到的例假以及休息日仍然要照常给薪呢？如果请假期间拉得越长，其实这部分的薪资计算起来也会是蛮可观的。但我们可以试想，劳工需要治疗或休养的伤病，应该是会具有连续性的，不会因为遇到例假或休息日，这个伤病就突然不存在了。或是再换个角度想如果劳工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技巧性的请假，那么原本劳动部最一开始所解释的普通伤病假超过30日以上的期间，如果该期间有遇到例假日、纪念日、劳动节等，均可并记于请假期间内。这样子的解释呢，好像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劳动部在这个新的解释令中就有特别提到，假如就医证明所写的3个月治疗休养期间有包含该劳工所提出的连续10周病假假单，则雇主还是可以从第1张的假单开始计算30个工作日之后呢，从第31日开始依例计算病假期间。当然如果都是在同一个年度内请假，并且用完了30天的半薪额度的话，后续也都会是无薪的病假了。但也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一下，如果员工已经用完了30天的半薪病假，后续虽然仍然有门诊治疗癌症或是安胎休养的需求，不过事实上是断断续续的请假，代表中间有一些工作日实际上还是有出勤情形的话，那就会跟前面所提到的状况不同，并不会符合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的这个条件。那么也就只有在未出勤的工作日才可以认定为无薪的病假，其他原本就没有出勤义务的例假、休息日或是国定假日，仍然就要照常给薪哦。总而言之劳动部可能是希望让劳资双方都能处在比较公平的立场上来去认定病假的天数以及薪资计算方式，也透过补充说明的方式呢，让大家更了解普通伤病假的认定细节。虽然我还是觉得比起其他的假别，病假的规范确实是稍微复杂了一点，希望未来可以透过立法技术让整个制度更加的简化，更平易近人一点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真心感谢看到最后的各位了，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